为什么蝙蝠野味一直有人吃，而疫情最近才爆发？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小明天天不看红绿灯过马路，过了17年，终于被车撞死了，很奇怪吗？吃野味爆发瘟疫是这样的：人首先被动物传染疾病，这是一个概率，然后这个疾病刚好变异，可以人传人，这也是一个概率。变异后刚好非常厉害，潜伏期长，症状特征不明显，这还是一个概率，概率不是很高，所以需要很多年才会爆发一次。但是每一次都太惨了，我们应该设法从源头去解决问题。以前没有爆发吗？那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子，其实以前是有过爆发的，就是证明这个野味是可以传染给人的病。前不久，2个战斗民族的小伙子生吃土拨鼠，感染了鼠疫，凉了。当然，当年非典也是因为食用果子狸导致传染。虽然说果子狸是中间宿主，源头是中华菊头蝠，肆虐非洲的埃博拉疫情致死率50%至90%，最快2天发病。现在普遍观点，病毒来源于蝙蝠，狂犬病毒致死率100%，无特效药，来源蝙蝠等等。禁止食用野味，不要有侥幸，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爆发的疫情会取什么样的名字。这其实和病毒入侵感染人类一样，你以为你生病是恰好遇到了一个病毒，然后被感染了，于是你生病了，你难受了。事实是这样的，你身体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被无数的病毒细菌杂七杂八的这种去攻击你，而你的免疫系统也在无时无刻不在的进行防御。例如，你是不是会感觉喉咙发痒，咳了半天吐出一口热乎乎的浓痰？而这些是免疫系统和入侵分子大战的结果，只是很多时候人类以微弱的优势险胜罢了。这种大战的胜负是和各种有关的，例如入侵者的数量、入侵者的威力，而每一次的大战结果都是双方的进化升级。于是恰好有那么一次的绝佳机会，病毒入侵成功并成功复制变异，能存活下来的当然是优胜者了，具备了强力的攻击能力，于是就开始爆发了。而之前不过是一次次的交锋，人类凭借着微弱的优势占据上风罢了。而人类会被打败，可能是由于自身免疫系统弱于入侵者，可能是以外，以此打开了这个作死的大门。胜负就是如此，胜利者掌握着技能，下一次就可以在攻防战中占据优势，而攻守双方也会在交战过程中不断进化升级，甚至一些攻击者在本次战役里输了，但是在交战过程中，一些已经变强了的病毒出去遇到了更多的人，更易感染，更易攻击别人，最终就是如此，全面爆发。而人吃蝙蝠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抗住了入侵的病毒的入侵，但是恰好有那么一次，人类没有抵挡得住，于是病毒胜利了，最终1胜2， 2胜3， 3胜千万。这个问题并不是概率问题，而是因为社会的发展。你和你的村子一直吃后面山上的蝙蝠，吃了几百年，蝙蝠的病毒感染了一些人，有些人死了，没死的人可能侥幸，也有一些人产生了抗体。于是在这几百年里，野生动物、病毒、人达到了一种平衡，蝙蝠没有灭绝，人没有死绝，病毒还在演化，抗体也在变化。如果平衡被打破，比如人的抗体跟不上病毒的演化，那么有可能你的村子就灭了。历史记载，某年某村因为瘟疫而灭绝，张三逃离村子，死于途中，仅此而已。在工业化以前，世界就是这样的。欧洲的大航海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瘟疫，印第安人在短时间内没有进化出有效的抗体，死了很多人。同样，如果欧洲人疯了，把欧洲的野生动物活的带到美洲给印第安人吃，可能印第安人会因为吃欧洲野味而感染其病毒。这里人传人和野味传人是一样的，核心是短时间内人接触大量外来的病毒，没有抗体。欧洲人没疯，但是现在的人疯了。大家也许还记得，科学家最早发现蝙蝠冠状病毒是在云南。我们假设这个病毒出现在云南的蝙蝠身上，但是最早感染 SARS 的是广东人。是云南的蝙蝠飞到广东被广东人吃了吗？当然不是，是一条贩卖野生动物的产业链把云南的食物链搬到了广东人的餐桌上。吃了云南蝙蝠的蛇果子狸带着冠状病毒被广东人吃了，而广东人没有对云南森林里的野生动物病毒的抗体。同理，武汉人吃的野味哪来的？是全世界来的。只要你吃，只要钱够赚，就有人帮你运过来。加工野味的摊主体内没有抗体，却要面对各式各样的病毒，这时候概率就发挥作用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所以是社会的发展，人和物资的流动，吃野味变成了世界性的疫情，而这背后是贪婪的嘴和贪婪的心。